中國4個城市先後亮起獨立的火苗，大陸的經濟被推到了懸崖的邊緣，美軍的戰機再一次劃過伊朗的夜空，而纏鬥了將近4年的俄烏戰爭，竟然在一場誰也沒料到的握手裡，閃現出了終局的輪廓。這些聽起來像是災難電影的劇本，卻被寫進了同一年，寫進了我們正在呼吸的這個當下。熟悉帕克的朋友都知道，他向來不喜歡把話說滿，可這一次，他罕見地用了一個沉甸甸的詞來形容2026年，那就是翻天覆地。先別急着懷疑，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25年的年底，那時候帕克坐在他那間堆滿書的小工作室裡，對着鏡頭一條一條地念出他對新一年的看見。當時很多人只是笑笑，覺得又是一個危言耸聽的老頭子。可是幾個月過去，當春天的股市真的開始劇烈搖晃，當人工智慧的泡沫在一夜之間泄了氣，當中東的火藥味重新濃到嗆人，那些曾經笑過的人忽然就笑不出來了。帕克自己也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他說，這是我個人最重要的一段時期，因為我的那些預言正在開始一件一件的兌現。那麼就讓我們跟着他的视線一起走进這個被他稱為翻天覆地的2026年，看看他到底看見了什麼，又為什麼敢說這一年会徹底顛覆所有人的認知。我們先從最貼近錢包的地方說起，那就是經濟。帕克把2026年最大的一记悶棍放在了春天。他說，人工智慧的泡沫會在這個春天轟然破裂。過去這幾年，全世界都在為人工智慧瘋狂，資金像潮水一樣湧向每一家沾上這幾個字的公司，股價一路往上，仿佛沒有盡頭，仿佛誰不投進去，誰就會被這個時代狠狠甩下。可帕克看見的卻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劇烈修正。他說，科技股與人工智慧相關的股票會先出現大幅度的回檔，緊接着是一場短促卻兇猛的全球性衰退。這種衰退不是那種慢慢滑下去的溫水，而是斷崖式的，讓人措手不及的一盆冷水。他還特別點名了加密貨幣，說某一種領頭的加密貨幣會在這場風暴裡崩跌高達70%。你想想看，70%是什麼概念？那意味着100塊的東西眨眼之間就只剩下30塊。那種跌法會讓全世界對整個產業的信心在短短幾天之內土崩馬解。帕克反復強調，這場崩跌本身不會拖得太久，來得快，去得也快。可它真正的意義並不在於跌了多少個百分點，而在於它像一道刺眼的閃電，會把全球市場那些長期藏在水面之下的結構性裂縫一瞬間照得清清楚楚。過去大家都以為地基是牢固的，可這道閃電一劈下來，才發現原來牆角早就爬滿了裂痕。那些看似不可撼動的巨頭，那些被吹上了天的估值，在潮水退去的那一刻，才露出他們真正的模樣。帕克說，這場風暴會撕掉很多美麗的幻覺，而幻覺被撕掉的過程往往是最痛的。可他也說，撕掉幻覺未必是壞事，因為只有先看清了真相，一個健康的重建才有可能真正開始。那麼問題就来了，這場從西方燒起來的經濟大火，究竟会怎麼一路燒到中國呢？這正是帕克這一整套預言裡最讓人屏住呼吸的一環。他說，經濟問題會成為2026年主導全球目光的那條主線，而中國會不偏不倚地站在這條主線的正中央。帕克用了一個非常具體的詞來描述他看見的中国，那就是肉眼可見的內部分裂。請注意，是肉眼可見，不是隱隱約約，而是連街上的普通人都能一眼看穿的那種分裂。他看見的畫面是一波接一波被拖欠的薪水，是被凍結的怎麼也拿不回來的債券，是一場規模不小的基礎設施災難。這場災難到底是什麼？他沒有把話說死，只說可能是一場嚴重的火車事故，也可能和三峽大壩有關。你聽听，三峽大壩這4個字放進一句預言裡，是不是已經讓人心裡沉下去了？我們不妨把帕克看見的這幅内部分裂的畫面再具體的想象一下。被拖欠的薪水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无數辛苦了一整年的普通家庭年關將近，卻拿不到本該屬於自己的錢，被凍結的債券又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許多人以為最穩妥、最安全的那筆積蓄，忽然之間變成了一張取不出來的紙。當一個社會裡
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勤勤懇懇換不來安穩，省吃儉用守不住財富，那種積壓在人心底的不安與憤懣，就會像地底的岩漿一樣，一點一點地往上頂。帕克說，正是這種經濟上的裂痕，會成為引爆更大變局的那根導火索。經濟從來都不只是數字，它連着的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飯碗，是一個社會最底層的那份安全感。當這份安全感開始鬆動，很多原本被壓住的東西就會浮上台面。我們還得把這件事講得再深一點，才對得起大家的時間。帕克對中國的看見並不是2026年才憑空冒出來的，早在2012年，也就是10多年前，他就寫下過一段對中國的長期預言。那時候他說，中國会爆發一場深刻的變革，而這場變革的導火索很可能來自台灣周邊海域的某一起突發事件。他還說，香港和內蒙古一帶會出現騷動。這段話寫下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把它當一回事，甚至有人覺得這根本是天方夜譚。可是我們回過頭來看，2014年，香港真的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運動。之後的幾年裡，南海爭議島礁的軍事化也一步一步地成了真。帕克後來自己補充過一句，他說，這些我早在2012年就已經說過了。也正因為過去這些應驗，當他在2026年再一次把矛頭直指中國的時候，很多原本嗤之以鼻的人忽然就願意坐下來認認真真地聽一聽了。那麼帕克到底看見了一個什麼樣的中國？他的預言指向了一個相當驚人的方向。他說，掌控這片土地多年的那套統治秩序會走到一個開始鬆動的臨界點，而中國這片龐大的版圖會慢慢的裂解，最終走向一個由多個民主自治的區域共同組成的邦聯。這就是我們標題裡說的4個城市宣布獨立的由來。如果我們順着帕克的預言往下推演，那麼在這片土地上最有可能率先亮起獨立火苗的究竟會是哪幾個地方呢？第一個，幾乎所有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那就是香港。帕克很早就反覆看見過香港的動盪，在他的整套預言體系裡，這座城市始終是一個火藥味最濃、最容易被點燃的引爆點。這裡曾經是東西方交匯的窗口，有着和內地截然不同的節奏與記憶，而正是這份不同，讓他在帕克的看見裡成了第一道可能裂開的縫。第二個是西藏，帕克對西藏有一段格外溫柔的看見。他說，未來的西藏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地方，而且會鄭重地宣布自己是一座心靈的國家公園。它不再是那個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禁地，而會搖身一變，成為一座照亮全世界心靈的燈塔。在他的想象裡，那片雪域高原上古老的信仰會重新煥發出光彩，吸引全球尋求心靈安寧的人前去朝聖。第三個和第4個火苗，帕克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與北方那些長期不安定的區域，也就是新疆以及蒙古草原一带。這2個地方，一個地處遼闊的西陲，一個橫亘在北方的邊境，都有着自己獨特的民族、語言與信仰。在帕克的預言裡，這幾個地方會像被同一股看不見的力量牽引着一樣，在幾乎同一段時間裡接連走向脫離。4座城市，4道火苗，一南一北，一東一西，拼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幅中國版圖鬆動、裂解，然後重新組合的驚人畫面。帕克說，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就會像推倒的第一張骨牌，牽動起一連串誰也擋不住的連鎖反應。當然，我們必須在這裡把話講清楚，這只是帕克個人的看見，是一種直覺的解讀，而絕不是已經板上釘釘的事實。我們把它攤開來細細的講，是想讓大家看清楚這位被媒體稱作當代預言家的人，他的腦海裡到底浮現出的是一幅怎樣的圖景。而在這幅大圖景之外，帕克還補充了幾個讓人聽了心頭一緊的細節。他說，中國一位位高權重的官員會神秘地消失，或者離奇地死去。他還說，這片土地最高層的那位領導人健康狀況會在這一年裡明顯的惡化。這些話從一個遠在英國的外國預言家口中說出來，聽起來似乎遙遠而縹緲，可一旦把它們放進他那套關於分裂與變革的大框架裡，就忽然有了一種令人坐立不安的重量。不過，請大家一定要記住，
帕克對中國的看見並不全是灰暗和血色的。他說，等到經濟這台高速運轉的機器慢下來之後，中國反而會迎來一場深刻的心靈轉變，古老的道家思想會重新復蘇，風水與命理之學也會再度興盛起來。他甚至說，中國最終會帶給這個世界一種全新的，以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為根基的民主形式，那會為中国自己帶來希望，也會深深影響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他還特別強調，這場變革不會像我們在世界其他角落看到的那樣血流成河，而更多的會是一場由普通人民自發掀起的對貪腐與不義的巨大反撲。你看，在帕克的預言裡，毀滅與新生從來都是死死纏繞在一起的。廢墟的盡頭，他總能替我們看見一縷不肯熄滅的光。他說，一個更看重內心安寧，而非一味追逐物質的中國，或許才是這場巨變真正想要通往的終點。好，說完了東方的中國，我們把鏡頭轉向另一片熊熊燃燒的火藥桶，那就是中東，轉向伊朗。標題裡說，美軍在轟伊朗，這絕對不是耸人聽聞的噱頭。我們得先把背景老老實實的交代清楚。就在2025年的那個夏天，美軍已經對伊朗境內的3處核設施發動過一輪實實在在的打擊，這是全世界都親眼看在眼裡，白紙黑字寫進歷史的事。而帕克的預言說的是這一輪之後緊接着到來的下一輪。他說，他早就在心底感覺到會有針對伊朗核設施的進一步的攻擊。他甚至大膽地給出了一個時間點，就在2026年的3月前後。帕克是怎麼描述這一輪新的攻擊的呢？他說，這一次會非常非常精準，打擊的目標不只是伊朗的領導層，還包括那些殘存下來的核設施，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設施絕不可能被完好無損地留在原地，一定要被徹底解決掉。他特別強調了一點，他感覺不到大規模的地面部隊，也就是說，不是那種千軍萬馬、坦克開路，士兵一寸一寸踏進國土的畫面，而是空襲，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動。他還看見這場衝突會像一簇火苗遇上乾草一樣，迅速外溢到周邊的地區，比如也門，也會被無可避免地捲了進去。帕克用了一個很傳神的說法，他說，這件事會迅速地升溫，然後戛然而止，快速地燒起來，又出人意料地快速熄滅。這種來去如風的節奏恰恰是最考驗一個地區神經的，因為誰也不知道下一秒是真的平息，還是更大風暴的前奏。那麼，轟炸的硝煙散去之後呢？帕克的看見在這裡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彎。他說，這一連串猛烈的打擊會在伊朗的內部點燃一段極其激烈的動盪，而這段看似混亂不堪的動盪，卻可能慢慢地把伊朗推向一個更好的方向。他預言，伊朗現有的那套神權政體會在經濟的重壓與全民空前的團結之下，開始一寸一寸的崩解，而這個崩解的過程最遲會在2027年走到它的盡頭。帕克甚至看見了一些非常具體的畫面，一面全新的旗幟，一場文化的重生，以及一個名字的象徵性回歸。那個名字叫做里薩巴勒維。在帕克的描述裡，伊朗會重新轉向它古老而輝煌的波斯身份，會迎來一個有自由也有女性權利的新伊朗。那片土地上被壓抑了太久的人們會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聲音。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預言家，帕克自己也在這裡狠狠地踩了一下剎車。他非常清醒地補充了一句，他說，革命並不總是會走向人們心中期盼的那個美好結局，有的時候反而是更糟糕的政權趁着一片亂局悄悄地掌了權。我並不是說伊朗一定會走到那一步，但這是一種真實存在、不容忽視的風險。你看，這就是帕克和那些只會扯着嗓子喊末日的人最不一樣的地方。他一邊給你看那幅充滿希望的畫面，一邊又絕不忘記提醒你，未來從來就不是一條筆直平坦的路，光明的背後也可能藏着另一種你意想不到的黑暗。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證明，推翻一個舊的和建起一個好的，中間隔着的往往是一段漫長而艱難的路。說完了中東，我們再把地圖往北挪一挪，挪到那片打了将近4年，
讓整個歐洲都揪着心，也讓全世界都疲憊不堪的土地，那就是俄烏戰場。標題裡說俄烏終局時刻閃現，這個閃現兩個字用得特別準，因為在帕克的預言裡，這場看似沒完沒了、望不到頭的戰爭真的走到了尾聲的門口，而且這個結局到來的方式出乎了絕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帕克其實很多年前就已經看見過這場戰爭的收場方式了。他當時說，烏克蘭最終會拿回他大部分失去的領土，而俄羅斯會保留一條通往克里米亞的狹窄的走廊。這個預言他一直到今天都沒有絲毫改口。他說他依然清清楚楚地看見這個場景會在一場出人意料的川普與普丁之間的協議之後正式上演。這場協議會為打了將近4年的俄烏戰爭重重地畫上一個句號。可帕克緊接着補了一句讓人後背發涼的話。他說，戰爭雖然停了，但那股緊張的能量並不會就此憑空消失，它只會悄悄地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尤其是遠東。你聽出這裡面藏着的玄機了嗎？遠東。帕克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像一條看不見的絲線，把遙遠的俄烏戰場和我們前面反復說的中國，也和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悄無聲息地串在了一起。歐洲的火是熄了，可那簇火苗並沒有真正死去，它飄向了東方，飄向了太平洋的這一側。而說到遠東的緊張，說到太平洋這一側，有一個地方是帕克很多年來反反复复、念念不忘的看見，那個地方就是台灣海峽。早在很多年前，帕克就一再地說過，他感覺到會有一場圍繞着台灣的衝突，而他對這場衝突的描述特別值得我們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靜下心來仔細聽。他說，他覺得這很可能不是一場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戰爭，而更像是一場意外引發的衝突。他當時用了一個讓人印象極其深刻的說法，他說，可能是2艘潛艇在海底不小心撞在了一起，也可能是2架飛機在空中擦碰到了彼此，又或者是某一個人，某一個微小的舉動一下子點燃了整條引信，然後局面就開始一步步的失控，再也收不回来。帕克說，這樣一起看似偶然的擦槍走火，卻可能引爆一場牽動中國與俄羅斯的更大規模的對抗，成為接下來這幾年裡最嚴重、最令人揪心的一件大事。你看，帕克的這幾條預言到這裡就像幾條原本各自流淌的河，忽然匯到了一處。俄烏戰爭的落幕讓緊張轉向遠東，遠東的緊張又指向台灣海峽那一觸即發的意外，而台灣海峽的風吹草動又會反過來牽動整個中國內部本就鬆動的格局。這就是為什麼帕克的整套2026年的預言讀起來一點都不像是一條一條互不相干的新聞，而更像是一張被精心編織過的大網，網上的每一個結都牽動着另一個結，動一根線，整張網都會跟着微微顫動。在俄烏這條線上，帕克還看見了幾個相當具體的細節。他說，烏克蘭會對俄羅斯境內的工廠發動一些秘密的、不為人知的攻擊。他還看見俄羅斯和中國之間會因為軍火的交易，也因為印度這個關鍵的變數，而漸漸出現一道裂痕。這一點特別值得我們好好玩味。過去這些年，俄羅斯和中國走得那麼近，肩並着肩，手挽着手，很多人都以為這是一對牢不可破的鐵桿組合。可帕克卻偏偏看見，這對看似親密無間的夥伴會在赤裸裸的利益算計裡漸行漸遠。當俄烏戰場的硝煙散盡，當全球的緊張真的如他所說轉向了遠東，這對曾經並肩而立的力量反而可能站到了彼此的對立面。歷史總是比任何劇本都更懂得如何反轉。聊到這裡，我們不妨把帕克这一整年的預言再往更大的格局上拉一拉，看看他們全部拼湊在一起，究竟會是一幅什麼樣的宏大圖景。除了中國，除了伊朗，除了俄烏這3條最粗的主線之外，帕克其實還撒下了更多細碎卻同樣驚人的看見。他警告過一件聽起來格外離奇的事。他說，有一個國家會被一整片巨大的氣體雲所籠罩。這個預言其實早就藏在他2015年寫的一本書裡。10多年之後的今天，
他說更多的訊息陸陸續續地浮現出來，把這個地點指向了日本的北部，而時間大約就在2026年的8月。他甚至說他已經看見了一個大致的方位。至於這片神秘的氣體雲到底是一場天災，是一起工業事故，還是某種更黑暗更不可言說的東西，帕克沒有把話說死，只是含糊地拋出了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他說，會不會是某種隱蔽的攻擊？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在說這個日本的預言時，語氣反而變得格外溫和。他說，之所以要把這件可怕的事提前講出來，並不是為了制造恐慌，恰恰相反，是希望大家能一起把善的念頭，把美好的祝願送往那片土地。因為在他所依循的那套古老智慧裡，未来始終是可以被改变的。一份提前的警告，一份集体的善意，或許就能在冥冥之中讓最壞的結果不至於發生。這份心意其實貫穿了帕克所有的預言，他從來不是為了嚇人，而是希望人們在知道之後能夠有所準備，也能夠用心念去輕輕地撥動一下命運的方向盤。他還提到過一個更加宏大的框架，他把2025年到2029年這幾年整整齊齊地圈了出來，稱作一場4國之戰的窗口期。至於到底是哪4個國家會捲入其中，他依舊保持了預言家一貫的模糊與謹慎。可是，當我們把這些零零散散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拼在一起的時候，你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有着一種共同的底色，那就是舊的秩序正在轟然崩塌，而新的秩序還在一片混亂與陣痛之中艱難地成型。這或許就是帕克反反复复強調的翻天覆地，它背後真正的令人敬畏的含義。一個舊時代的落幕和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往往就擠在同一段動盪的歲月裡，讓身處其中的我們又害怕又茫然，卻也隱隱藏着一絲對未知的期待。說到這裡，也許有朋友會忍不住想問，帕克這些驚人的看見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弄清楚這一點，或許能幫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他的每一句預言都帶着那樣一種沉甸甸的分量。除了他多年來一直依循的通靈與直覺之外，這幾年帕克格外倚重一個古老而神秘的來源，那就是來自印度的纳迪叶。這種纳迪叶據說是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寫成的棕榈葉手稿，相傳上面一片一片地記載着無數人的命運，也記載着這個世界將要發生的種種大事。帕克說，正是在对這些古老葉片的一次又一次解讀裡，那些關於戰爭、關於災難、關於一個個國家興衰命運的畫面，才一點一點地在他眼前清晰起來。也正因為源頭如此古老，他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些葉片上記載的是一種可能，而絕不是一種鐵定的必然。因為那份古老的智慧同時也告訴他，人心的善念與努力始終有着改寫結局的力量。這也為他所有的預言定下了一個既沉重卻又處處藏着希望的基調。而如果我們把視線從中國、從中東、從俄烏再往外拉得更遠一些，就會發現帕克所看見的其實是一場席捲整個世界的巨大浪潮，遠遠不只是這幾個地方的事。他預言在整個歐洲與北美都會爆發廣泛的社會動盪。他特別點名了幾個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還有荷蘭。他說，在這些地方會出現農民與學生的抗爭，人們會為了移民的問題，為了不斷高漲的生活成本，一波接一波地走上街頭。這股不滿的情緒會像野火一樣，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之間迅速蔓延。帕克看見的是一個西方社会的內部，因為理念的撕裂而愈演愈烈的緊張，那種緊張的程度會達到過去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高點。曾經被視為安穩象徵的那些老牌國家，會在這股浪潮裡一個接一個地搖晃起來。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頭，美國的情況在帕克的看見裡同樣不容樂觀。他說，美國的內部不同立場的群體之間會發生激烈的碰撞，甚至演变成一場他所謂的文化內戰。這裡所說的內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兵戎相見，而是一種價值觀的、立場的、幾乎你死我活的對立與撕扯。他還提到，一場發生在紐約的與病毒有關的事件
會給本就混亂的局面再狠狠地添上一把火。你可以想象那樣的畫面，當一個龐大的社會被硬生生撕成2半，當人們不再願意坐下來傾聽彼此，那種從內部產生的巨大內耗，有的時候比任何外部的威脅都更能拖垮一個看似強盛的國家。帕克說，這場撕裂會是美國接下來要面對的最深的一道傷口。說到帕克最熟悉的英國，他的預言就更加具体了。他說，英國會迎來一場金融上的崩塌，而這場崩塌會直接引爆一場政治上的斷裂。他看見一場在春夏之交襲來的市場衝擊會比西方其他地方更狠地打在英國身上，讓人們對政府的信心徹底崩溃。緊接着是大規模的抗議，是民眾对移民與生活成本積壓已久的憤怒，最終演變成一場憲政層面的危機。帕克甚至看見，當民意最終逼出一場大選，英國的政治版圖會發生一次相当不小的翻轉，一些原本站在邊緣的政治力量會趁勢走到舞台的中央。你看，就連這個老牌的看似最穩定的西方國家，在帕克的眼裡也同樣站在了一個剧烈变動的關口上。這個世界好像沒有哪一個角落能在這場大浪潮裡獨善其身。除了這些，帕克還有2個關於美國的看見，一個比一個抓人眼球。第一個是關於格陵蘭，這片被冰雪覆蓋的巨大土地，曾經因為有人提出要把它買下來，而一度淪為全世界的笑柄。可帕克卻說，這件事遠沒有大家想的那麼荒唐。他看見的其實是一場圍繞着石油與稀土金屬的巨大交易。他說，這背後真正的關鍵是那些埋藏在冰層之下的極其珍貴的稀有金屬，圍繞着它們會有一筆數目驚人的巨款悄悄易手。第2個看見就更加大膽了。當有人問到那位美國的領導人會不會以某種方式繼續牢牢地掌握權力的時候，帕克並沒有一笑置之。恰恰相反，他說，他很早就感覺到了這樣一种可能，而他把這種可能和一場即將到來的，甚至可能讓正常的民主程序都為之讓路的全球衝突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這番話說出來，無疑會讓很多人的心裡泛起一陣說不清道不明的波瀾。而在所有這些政治的、經濟的動盪之下，帕克其實還埋藏着一條更深的線索，那就是一場席捲全球的心靈覺醒。他說，在西方面對種種思想的衝擊與生活的迷茫，一場對傳統信仰的回歸正在悄悄地興起。越來越多的人會在動盪之中重新開始尋找內心的依靠，重新對古老的信仰與精神生活燃起熾熱的興趣。帕克把這稱作一場更廣泛的心靈重啟。你會慢慢發現，無論是他看見的中國道家思想的復甦，還是西方這場信仰的回歸，其實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當外在的世界劇烈搖晃的時候，人們終究會回過頭來，向自己的內心深處尋找那一份不會被輕易奪走的安穩。這或許才是帕克在所有骇人畫面的背後真正想要傳遞的那一份溫柔的提醒。講到這裡，也許你會和我一樣，心裡冒出一個大大的疑問，那就是為什麼這麼多驚天動地的大事會如此密集地全都擠在這短短的幾年裡呢？帕克對此其實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解。他相信，我們正在經歷的並不是一連串孤立的湊巧撞在一起的偶發事件，而是一整個舊的世界周期正在走向它的終點。與此同時，一個嶄新的世界周期正在艱難地拉開序幕，就像四季的更替，就像潮水的漲落。人類的歷史在他看來也有着這樣一種宏大的一呼一吸般的節律。而2026年恰恰好就站在了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劇烈震盪的節點上。所有的崩塌，所有的重建，所有的告別與新生，之所以會扎堆一般的湧來，正是因為我們正身處在一場巨大轉折的正中心。理解了這一層，你或許就不會只是被那些嚇人的細節牽着鼻子走，而能看見他們背後那一條更深更廣的歷史脈絡。那麼說了這麼多遙遠的國家，這麼多宏大的博弈，這一切和我們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又到底有什麼關係呢？這才是我最想和大家一起
好好聊一聊的問題。你可能會覺得格陵蘭的稀土、伊朗的核設施、英國的大選，這些事情離我們的柴米油鹽實在是太遠太遠了。可帕克那一張精心編織的預言之網卻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要緊密地連在一起。西方的一場金融震盪會透過看不見的管道一路傳導，影響到我們手裡的積蓄，我們投資的市場，甚至我們孩子未來的機會。遠東的一絲緊張會牽動我們腳下這片土地的安寧，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家庭的安穩與否。你看，那些看似高高在上與我們無關的大事，最終都會化作千千萬萬個具體的、瑣碎的，和我們每一天都息息相關的日常。所以，面對這樣一個可能翻天覆地的年份，我們這些看似手無寸鐵的普通人，究竟又能做些什麼呢？帕克其實早就給了我們答案，而且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溫柔的答案。他说，守住你的善念，穩住你的內心。他打從心底的相信，當足夠多的人都選擇用平和、用善意、用美好的祝願去面對這個動盪的世界，那一股匯聚起來的集體心念，真的能夠在無形之中輕輕地撥動命運的方向盤。這聽起來或許有些玄妙，可仔細想一想，卻又蘊含着最樸素、最實在的道理。一個人的內心是慌亂的，還是安定的，往往就決定了他在面對驚濤駭浪的時候，是被一下子打翻在水裡，還是能穩穩地立在船頭。我們或許改變不了整個世界的走向，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先照顧好自己這一方小小的天地，先讓自己的家成為風雨之中一個溫暖而堅實的港灣。其實說回中東，帕克的看見裡還藏着一抹很少被人提起的亮色，那就是敘利亞。這個名字過去這些年幾乎總是和戰火、和廢墟、和顛沛流離的難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可帕克卻說，他看見敘利亞會迎來一場出人意料的重生。他甚至給這場重生起了一個很美的名字，叫做鳳凰計劃。就像那只在熊熊烈火中涅槃重生的鳳凰一樣，帕克看見敘利亞會把他那一片飽經戰亂摧殘的海岸線一點一點地重新建設成一個繁榮的、充滿生機的度假勝地。你能想象嗎？昔日血與火的戰場，有朝一日竟會變成人們心馳神往的海濱樂園。這個看見和他對伊朗的那份預言其實是同一個調子，那就是整個中東都會在一場劇烈的陣痛之後，慢慢地走向一種全新的、更有希望的模樣。帕克說，這片古老而多難的土地，或許正站在一個徹底改寫自己命運的門檻上。而回過頭來，再看帕克對中國那幅裂解與重組的預言，如果我們願意把眼光放到更長的歷史長河裡去看，或許就會多出幾分別樣的體會。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其實對分與合這件事一點都不陌生。老祖宗早就說過一句流傳千古的話：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聚合與離散之中跌宕起伏，浩浩蕩蕩地走了過来。帕克作為一個西方人，他所看見的那幅版圖鬆動的畫面，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恰好和我們自己文化裡對歷史周期的那份古老認知隱隱地呼應上了。當然，這絕不是說分裂就一定會發生，更不是說動盪本身是什麼值得慶幸的好事，而是說，當我們把帕克的預言放進這樣一種更宏大的歷史眼光裡去看的時候，我們心裡的那份恐慌，或許就能被一份更深沉的對歷史的敬畏所悄悄取代。潮起潮落，本就是這個世界運轉不息的常態。我想再一次和大家鄭重地強調，帕克把這些看似驚悚的畫面說出來，他的初衷從來都不是為了販賣恐懼。這一點我覺得特別重要，也真心希望每一位看到這裡的朋友都能把它放在心上。在他所依循的那套古老智慧裡，有一個核心的信念反反复复的出現，那就是被提前預見的災難是有可能被避免的。一份提前的警告本身就是一份最珍貴的禮物。這就好比天氣預報說明天有暴雨，它的意義絕不是要讓你今晚就徹夜難眠、輾轉反側，而是要讓你在出門的時候記得順手帶上一把傘。
帕克所做的其實就是這樣一件簡單的事，他把他所看見的那些遠方的烏雲一朵一朵地指給我們看，然後溫和地提醒我們，也許是時候該為自己也為身邊所愛的人準備好那一把遮風擋雨的傘了。這份心意遠比那些聳人聽聞的標題要來得珍貴得多。而在所有這些看見裡面，對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來說，最需要靜下心來去面對的，恐怕還是帕克反覆提到的那一場關於遠東、關於台灣海峽的緊張，他所擔憂的那種因為一次意外、一次擦槍走火而導致整個局面徹底失控的情形，聽起來確實讓人心頭發沉。可越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就越是需要一份難得的清醒與冷靜。恐慌解決不了任何實際的問題，只會讓我們在真正需要冷靜判斷的時候亂了方寸。帕克的預言，與其說是一道催命的符咒，不如說是一聲提醒的鐘響。它提醒着我們要更加珍惜眼前這來之不易的平靜，要更加用心地去經營好自己的生活，照顧好身邊的每一位家人。因為說到底，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風雲變幻，我們能夠真正握在手裡的，永遠是當下的這一刻，是此时此地，我們與所愛之人共同度過的每一段平凡而珍貴的時光。面對帕克所預言的那一場經濟上的風暴，除了穩住自己的內心，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實實在在的準備。這並不是要制造焦慮，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對自己也對整個家庭負責任的態度。當一位觀察者反覆提醒你，前方的市場可能會有相當劇烈的波動的時候，一個謹慎的人自然會多留一分心，不會把所有的雞蛋都一股腦地放進同一個籃子裡，也會為自己和家人預留出一筆足以從容應對意外的餘裕。這種未雨綢繆的智慧和杞人憂天式的恐慌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是看清了現實之後的那份從容，而後者才是被恐懼牢牢支配的慌亂。帕克把風暴的可能提前一步告訴了我們，那麼接下來如何在風暴中為自己和家人撐起一片屋檐，這份主動權其實就穩穩地掌握在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手裡了。其實回過頭來細細品味帕克這一整年密密麻麻的預言，最終想要把我們的目光真正引向的，並不是遠方那些遙不可及的權力遊戲，而是我們自己腳下這一方實實在在的生活。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的是這個時代的動盪與不安。可鏡子裡站着的，說到底，終究是我們自己。當我們看完了這一切的喧囂與紛擾，或許最該問一問自己的，並不是世界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而是在這樣一個劇烈變動的世界裡，我到底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又最想守護住什麼樣的東西？一旦想清楚了這個最根本的問題，那麼外面的那些風風雨雨就再也無法真正的動搖我們內心的那份根基了。那麼講到這裡，我們到底該用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眼前的這一切呢？在這裡，我必須非常非常誠實的和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說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帕克的預言聽起來確實震撼，確實讓人心跳加速，可它終究只是一種直覺的看見，是一種主觀的解讀，而絕不是刻在石頭上一個字都改不了的鐵律。而且帕克自己其實是所有人裡頭最清醒的那一個，他一次又一次的不厭其煩地提醒大家，這些預言都只是我個人的直覺感知，應該被當作一種推測來看待，而不是一種注定的宿命。他還格外看重一個觀念，那就是未来是流动的。他常常引用那些古老的東方智慧說，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甚至坦白地說，他之所以要把這些看似可怕的畫面一五一十地說出來，並不是為了嚇唬任何人，而是真心希望能借此喚起大家心中的善念，用集體的祈禱，用美好的想象，去一點一點地減輕那些災難可能帶來的衝擊。我們也必須公公道道地說一句，帕克並不是一個從不失手、永遠正確的神。這麼多年一路走下來，他說中過的事情確實不少，可他說錯的，最終沒有應驗的，其實同樣也有。這是每一個站在預言這條路上的人都逃不開也躲不掉的宿命。所以
我們今天花這麼長的時間，把他的看見一條一條地攤開來聊，並不是要大家全盤照單全收，更不是要大家因此就惶惶不可終日，夜夜難眠。真正成熟的態度，或許應該是這樣的：我們可以帶着一份好奇去聽，帶着一份敬畏去想，但到最後，還是要帶着一份清醒，去踏踏實實的生活。當一個可怕的預言最終沒有成真，那當然是我們所有人最樂見的、最好的結果。而萬一它不幸嚴重了，那我們至少也曾經在心裡為它悄悄留過一份從容的準備。這份準備未必能改變世界，但一定能安頓我們自己那顆容易慌亂的心。那麼，一個更聰明的方式去對待這一類的預言，到底是什麼樣的呢？我覺得關鍵就在於我們要學會既不全然的相信，也不全然地不信。全盘的照单全收會讓我們活在無謂的恐懼裡，被別人口中的那個未來綁架了自己當下的生活。可若是全然的嗤之以鼻，一概斥為無稽之談，我們或許又會錯過那一份本可以讓自己多做一點準備的寶貴的警覺。真正的智慧是把預言當作一種參考，一種提醒，而絕不是一紙不可更改的判決書。我們用心去听，用心去想，把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默默地放进心裡，化作一份从容的底氣，然後再把剩下的那些不確定輕輕地交還給時間。畢竟時間才是所有預言最終的，也是唯一的裁判。它會慢慢地告訴我們哪些看見成了真，哪些又只是一場虛驚。而在最終的答案揭曉之前，我們能做的，也是最值得做的，就是好好的過好眼前的每一天。其實，當我們把帕克這一整套關於2026年的預言從頭到尾看完一遍之後，你會慢慢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他所描繪的每一場崩塌的背後，幾乎都緊緊地跟着一場新生。經濟的泡沫破了，可他看見的是結構的病灶被那道閃電照亮，是市場終將在廢墟之上重新站起。中國的舊格局鬆動了，可他看見的是道家思想的復甦，是一種全新的民主形式正在悄悄孕育。伊朗的旧政體崩解了，可他看見的是自由与女性權利的曙光，正一寸一寸地爬上地平線。俄烏的戰火終於熄滅了，可他看見的是一張全新的，也更加錯綜複雜的世界棋局正在緩緩鋪開。毀滅與希望，破碎與重生，在帕克那雙看盡了世事的眼睛裡，從來都不是水火不容的兩極，而是同一枚硬幣的一體兩面。也許這正是預言這件事真正想要告訴我們的道理。它從來就不是為了讓我們縮進恐懼的角落裡，瑟瑟發抖，動彈不得。它更像是想在風暴真正來臨之前，輕輕地拍一拍我們的肩膀，湊到我們的耳邊，提醒我們要站穩腳跟，要保持清醒，但同時也一定要緊緊地抱着希望。2026年這一年，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身在其中，無人能夠真正置身事外。那些看似遙遠的國家，那些看似宏大的博弈，表面上離我們的柴米油鹽很遠很遠，可他們牽動的每一根絲線，最終都會或輕或重地落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裡，落回到我們的錢包，我們的餐桌，甚至我們每天清晨醒來時的那一份心情上。所以，比起一遍一遍地追問帕克到底說的準不準，也許還有一個更值得我們每個人靜下心來去想的問題，那就是如果這真的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年份，那麼身處在這場巨變之中的我們，又該用一顆什麼樣的心去從容地面對它呢？是被那些一個比一個駭人的標題牽着鼻子走，日日夜夜地陷在焦慮裡無法自拔，還是穩穩地守住自己生活的節奏，把眼前的每一個平凡的日子，一天一天都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過好。說到最後，我其實特別想和大家分享一種心境。當我們把帕克這一整年翻天覆地的預言全都聽完之後，內心難免會湧起一陣波瀾，或許是震撼，或許是不安，又或許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沉重。這些情緒都再正常不過了，可我真心希望在這一陣波瀾漸漸平息之後，沉澱在我們心底的不會是恐懼，而是一份對當下生活的更深的珍惜。
你有沒有發現，正是因為未來充滿了種種的不確定，此刻我們所擁有的這一份平凡的安穩，才顯得如此的難能可貴。一頓和家人圍坐在一起，說說笑笑的晚飯，一個尋常的能夠安然入睡的夜晚，還有窗外那一片沒有硝煙的寧靜的天空，這些我們平日裡習以為常，甚至從不曾多看一眼的東西，其實都是這個動盪的世界裡最了不起的幸運與恩賜。帕克的預言，如果真的能帶給我們什麼的話，我想最寶貴的或許並不是那些關於遠方的驚人消息，而是它讓我們在不經意之間重新看見了自己身邊那些一直都在卻常常被我們匆匆忽略掉的美好。懂得珍惜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一個真正懂得珍惜當下的人，無論明天會刮起什麼樣的風，下起什麼樣的雨，他的內心深處都始終會留有一個溫暖而明亮的角落，任誰也奪不走。